你知道这条线什么意思吗？过此线者，杀！将军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我以一枪入逍遥，助你重登天际长龙位。杀多少人？300、500，还是1000？我不想杀人，但如果你还不撤军，那来多少，我便杀多少。你确实很厉害，但你也太小看我洛城军的实力了。今日，我洛城军便与你在此血战到底。走。叶子莹，不，他们要重阵，列阵防御。只有一剑，定胜负。哼，你太狂妄了。我还年轻，可以狂妄。师傅。不会再有人来救你。我不需要别人来救，就凭一个金刚梵境的你，不错，这几年磨砺之后的你，的确比当年强多了，有资格与我一战。也许你会奇怪，为什么这一路回天启，
什么阻碍都没遇到，那是因为有人替你拦下了，而他们自然是拦不住的。只可惜，我还不想杀你，因为我的徒弟想跟你有一场更公平的决斗。我期待你成为真正高手的那一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等到那一天，我再来杀你。楚河，皇叔，回来了。我还没有看到那座城。让道。撤！撤！还跟当年一样，是匹桀骜不驯的野马。只不过现在小马长大了，我看没人再能控得住它了。侯爷，有群人在靠近。有多少人？听起来像是约有几百人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还有多远？不到1里。全军戒备，准备迎敌。戒备！侯爷，叶姑娘真是虎父无犬女啊！一直听闻你身体孱弱，久战都很吃力，没想到你这策马狂奔之时，气势一点也不输你父亲。侯爷过誉了，此次我擅自离开天启，也请侯爷见谅。无碍，你和楚河是从小长大的好友，我相信。那侯爷的意思是，不相信我的父亲了？你们叶子营号称虎狼之师，你父亲更是虎狼之首。只可惜我们可以共谋天下，但不能全言信之。我们应该是来找同一个人的。你父亲和我约定，看1年之后谁能抢到的。侯爷还惦记着抢人之事呢。雪月城这位姑娘，貌似应该是经历过一场大战。怎么，你们遇到敌人了？区区洛城兵，算不上什么敌人。有点傲气。你们也算是为他抵挡了一波敌人。我们从天启赶来，倒是半点事都没做，没资格和你们抢。想必叶姑娘也想明白了吧？是，我明白。我们谁都抢不走她，因为她不会听我们的。但我们可以支持她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们追逐在她的马后。走吧，我们回天启。小姐，我们也要去吗？跟到天启城下，你们再回去。是。叶姐姐，那个蓝月侯信不过吗？千洛，这天启城的人不能轻信，萧氏皇族的人，更是一个都不能信。吁，若依姑娘，可是要去天启？当然。那正巧了，我也要去天启，不妨同行。好你个雷无极，没看见你师姐在这儿吗？只记得跟你的叶姐姐说话。千洛师姐，我好不容易从无双城手下逃出来，你可别把我给打死了。无双城，白王也出手了。的确是出手了，不过他们的意图应该也只是阻拦，并没有想要追杀的意思。大家都到了，唐莲也应该出发了吧？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担心谁也不必担心他，有了他，事情便能安然的解决。我们只要回天启等着他便是了。
希诺。暗河不是派出了最精锐的杀手吗？洛成军不是说有3000铁骑吗？拦不住一个萧楚河。蓝月侯和叶子莹已经全部出动，若是再战下去，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殿下莫急，他入了天启城，咱们有更多的机会杀了他。机会？本王需要的不是机会，而是结果。大师傅，他已入城了。重儿，你的心太软了。他虽然已经回到天启，不过如今的天启已经和当年不同了。我期待与他一战，公平的一战。哇，萧瑟，你这宅子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块地皮可以买下一座城池了。不，2座。夸张了，区区一个小宅子吧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你的王府都要叫雪落山庄啊？门前观雪落，门后看镜湖。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极尽风雅，这样多好听。况且这不是我的王府，我不喜欢住在王府，比较喜欢这儿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年在外面受苦了吧？不苦，倒是徐伯受苦了吧？胡说！这天启城谁敢欺负我们呢？也是，天启城谁敢欺负我们？这2位是？啊，这2位是我朋友，司空千落、雷无节。见过2位。徐伯，徐伯，徐伯，带他们2人去休息吧。是，公子。2位请。哎，臭小子，皇叔，我还以为你会先回皇宫呢。我已派人去见新主，请小神医了。小神医我已经带回来了，现在正在太安殿给你父皇看病。小神医说了，你父皇能行，别担心。多谢皇叔。你我之间就不必言谢了。我先走了。皇叔慢走。把你吵醒了。哎，我早就醒了。这个时辰，我在剑冢里已经采了药了。你这么早来做什么？圣上今日是醒不来的。我知道。我来是告诉你，你的病人回来了。萧瑟回来了，他的身体真的好了。太好了，原来世上真的有仙人。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拜他为师。那如果以后你从海外仙山学成归来，是不是连我也请不动你了？我反而希望你永远都不要请我。也对。皇兄啊，楚河回来了，你也该请了。距离他们进入天启城已经过去整整1日了吧？送往雪落山庄的拜帖像雪片一样，但都被管家拦了下来。现在的萧楚河似乎并没有打算开始和天启城真正的挂上联系。他们还在等人。他们还有一个同伴一直没到，那人是他们中最强的一个。可惜啊，他们永远都等不到了。大小姐，萧公子，雷公子，有大师兄消息了吗？大师兄他迎战暗河，
已经牺牲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就说大师兄死了。尸体已被唐门接回，我亲眼所见。你肯定是看错了，快给我滚！萧瑟，快派人去唐门问问清楚，或许真的是看错了。门主说，大师兄生当尽职，死亦无憾，还请大家切莫悲伤，需以大局为重。怎么死的？大师兄喝了7盏星夜酒，力竭而亡。何人所杀？暗河谢家家主谢七刀，还有21名杀手。大师兄凭一己之力，与他们同归于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，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！门主确认了。我说了不可能！那么多次，大师兄每次都能死里逃生，凭什么这次不行啊？啊！这才没有我们拖累，没有我们拖累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门主说，之前就听大师兄所说，杀死老太爷的凶手也是暗河。如今我们的敌人皆是暗河，到了报仇之时，他们定会竭尽全力。这边就先行告退了。我要杀过暗河，给大师兄报仇！刘瑾，不要被仇恨占据内心。师兄因我而死，这仇我背了。我已派诸王去追查苏长河的下落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萧楚河也会查吧？白小堂总部基地就在天启，他会去找的。如果你们查到了，就交给他吧。莲儿相信他，唐门就相信他。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唉，只可惜当年被白虎提前下手了呀。不一样，白虎只是收他为徒，你这只朱雀可是想当国丈。俗气。
当年年轻的时候说起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，有一种霸气凛然的感觉。可现如今这个岁月，再听起来，总有一些难以名状的羞耻。还是琅琊王厉害啊，能够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。要不然的话，这江湖上多少失去了一些乐趣。有些想念他了。连月，跟你喝了这么多的酒，也开了这么多的玩笑，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的。我也是。唐莲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大师兄啊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我梦见大师兄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也没说，就是冲我笑。我跟他说，我们都好想他，都在等他回来。他就点点头。然后转身走了，我一急就醒了。其实只要我们一直想着他，他就不算走，一直都走。放心，师兄的仇我一定报。啊，请，公子，叶小姐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唐莲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他在雪月城里照顾我很多，他的仇我们一起报。但如今我们要做的，更是不能辜负大师兄。你这次来，是大将军的意思吧？不，我不是代表我父亲，他的身份过于特殊，他若参与其中，很多事情会身不由己，所以我自己来了。你已经离开天启城很多年了，而我在去雪月城之前一直住在这里。我为了你的归来，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成为我的谋士，那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我确实要做一件事，而这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我猜到了。既然入了这天启，就要踏出这第一步。我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，让这天启城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。我要举办一场宴席，邀请这天启城中所有说得上话的人都来赴宴。不过我离开天启确实有一段年头了，需要重新拟一份名单。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这些人，要么是天启城的王公贵族，要么是朝中的达官显贵，又或是天启城的商贩大户。贵族们指的是萧氏皇族，而这些达官显贵便是天启城的世家势力。
而这些大户们，则是掌控整个天启城的经济命脉。这些人有的需要我们拉拢，有的则需要威慑。这些年，我的这帮兄弟可没少忙。这京城中的上四到下九流都被他们分得差不多。不过我这次回来摆席，也不光是为了宣誓我回来了。你还想要做什么？我要逼那躲在暗处的刀人再次袭来。我要让那躲在暗处的敌人浮出水面，为我师兄报仇，手刃他。萧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沐春风，你怎么先跟他打招呼啊？明明是我们两个先认识的。今日毕竟是萧公子宴请，自然要先跟主人家打招呼了。你也好呀，司空姑娘。话说你怎么来了？那自然是我在离开秋水渔城的时候，给他们留了手书，说是到时候在天启相聚。啊，对，多谢沐公子了。不必谢我，你知道的，我们沐家3种生意不做。哪3种生意啊？害人的生意不做，亏本的生意不做，以及太小的生意不做。你这生意够大，我愿意做，而且我家老头子没说不让做。看来你家大哥的病还没治好。胡说，纯粹是胡说啊！你们沐家不是北离首富吗？怎么还空着手来的？金钱这种世俗之物，六皇子还会缺吗？我自然是带来了更好的礼物。来，里面请。来，这边请，谢谢。来，掌柜，请。京盐李府4月房，公孙连当不可踩1楼。这天启城4大豪商以及他们的附庸竟然全都来了。来，萧公子，这份礼物可还满意？沐公子拜师神医一事，我定全力促成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萧瑟，沐公子说的那个神医，不会是华锦吧？当然了。华锦，殿下，那这位公子当何处落座呀？自然是2楼上座。这不合规矩吧？没什么不合规矩的。当年沐家家主入皇宫做客，也是皇帝陛下亲迎。更何况沐公子今天给我带来如此大礼，入我的宴席，自然当得上上座。沐公子，请吧。好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哎，咱们这宴会办得有模有样的，你看都已经做了1半多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席了呀？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这还不够啊！最重要的那些人都还没到呢。一群废物！区区一个沐家3公子，就把他们吓破了胆。宴席之后，我亲自找他们把这笔账算清楚。罢了，这些奸商，他们算账比我们算得明白。萧楚河很好，他依然还是那个可以给我带来惊喜的家伙。算算时辰，宴席差不多要开始了。他不会那么早开宴的。他真正想等的客人还一个都没有到。4大豪商可全都去了，他们这2年一直依附在赤王的羽翼之下，若不是形势所逼，他们是不可能去参加这场宴席的。赤王可以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利益，而沐家则有能力在一夜之间让他们失去所有产业。那殿下，您说赤王那边会懂什么？不会的。在这天启城中，再有钱的商人也只是商人罢了。真正位于高处的那些人，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6部尚书、御史台7御史、大理寺、龙图阁、
这些地方未动，就能证明这座天启城还没有承认这位皇子的归来。二爷，宴席的时间就要到了。怎么，兄弟们坐不住了？兄弟们可能会觉得，是不是他们的地位不够高，面子不够大？仅凭他们几个，不足以让六皇子开宴了。殿下，你觉得呢？来了。蓝月侯爷，雷监职，叶姑娘，你们好啊！参见侯爷，侯爷领命请。蓝月侯爷到！哎呀，蓝月侯居然来了，我这前进台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这，看来殿下等的并不是蓝月侯啊。这。叶姑娘，你父亲今日无法前来，本侯只能抢了今日的彩头了。宾客赴宴可是要送礼的，侯爷是要把身上这柄好刀送给萧瑟吗？本侯岂是那么俗气的人？我带的礼物，定是今日最贵重的礼物。拿我当礼物，未免有些不太尊重老朽了吧？这位是。此人为官50载，清正廉明，不涉党争，不结权贵，仅凭一身才气与为国为民的正气，屹立于朝堂之上。清官敬他，贪官惧他。朝堂议事之时，皇帝坐在龙椅之上，他却有一把鹤椅，不必跪，也不必站，他就是天下儒生之楷模，百官之首。殿下。我可真是佩服，太师董柱，我这赌坊竟能迎来天下第一大儒，你是如何做到的呀？我有一柄剑，名叫血剑，乃是当年琅琊王叔出征时的佩剑。多年前太师也曾随军出征，生死关头，琅琊王叔用此剑救了他。哎呀，生死之情珍贵至极啊！可你就用它换太师吃顿饭？不，我要的不是他，我要的是文武百官。勾引太师，你很有你父亲当年的风采啊！太师过誉了。你小时候，我抱过你。啊，太师，这个我有点记不太清了。当然，你那个时候还是个襁褓中的孩子呀。太师，楚河在里面等我们，咱们进去。好，请。请。宾客至，北离监国太师董柱大人到。太师。太师，你回来啦？是啊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毕竟，这天启城才是你的家呀。不过，你比以前更好了，果然在外历练一番很有必要。孩子，你要懂得你父皇的苦心呐。萧瑟记住了。秋风萧瑟，天气凉，草木摇落，露为霜。你这个名字听起来虽然有些凄凉，但是更有一番意境啊。太师，我们落座吧。哎，好，落座。二位，请上座。好好好。蓝月侯，父亲，这蓝月侯可是当朝监国呀，连他都去了，那我们……蓝月侯虽为监国，但很少过问朝廷的事，尤其是琅琊王谋逆案以后啊，皇帝陛下就很少分权给那几个兄弟了。容我
我想想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么慌张做什么？发生什么大事了？确实是大事。蓝月侯之后，又有一个人到了。谁？太师董柱。什么？太师董柱？备轿，快！各位，请走。您先。请。哎呀，一起吧。好意思，大叔，好久不见了。户部尚书李若崇大人到。刑部尚书周德大人到。兵部尚书吴京城大人到。吏部尚书玄德崇大人到。礼部尚书徐渭成大人到。少嫂，文武百官都到了，那2位王爷什么时候来？之前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，现在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。太师怎么会去参加这种宴席啊？他可是连国宴都抱病推掉了的。这不是太师去参加宴席这么简单，这是楚河设的一个局。他利用2个监国，带动的是整个京城的文武百官。只要声势够大，就能逼我们就范。1个时辰之内，朝中6部皆至，4大豪商亲临，就连青州穆家，还有太师董柱都为他出动了。这个永安王，实在是太多变招了。是啊，每次我们都以为能制住他的死穴，却总是被他破局而出。早就料到蓝月侯会去，没想到太师也会去。这2个自称不涉党争的人去参加这样一场宴会，真是耐人寻味呀。但据说直至此刻，萧楚河仍未开席。这萧楚河还是以前那个倔脾气，怎么等不到我们赤王府、白王府到场，他是不打算开这宴席了？他以为搬出董柱，我就非去不可了，可笑。殿下，那咱们还去吗？二哥此刻才会更难受吧？毕竟他向来都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孩子，董柱在那里，他却不去，失礼了呀。要我说呀，还是不去。去了等同于我们认输，不去的话，至少代表我们不在乎。臧明啊，其实我们已经输了。那白王就没有不去的理由了？不，他可以不去的最大理由是我没去。只要我不去，他便可以不去。那我们自然是不去啊！我又不害怕得罪董柱。现在最难受的是二哥，我乐意看他难受。朝中还有谁人没去？本王日后必重用。只有钦天监监正没去了。钦天监监正。楚河，这千金台的茶再好喝，也不能一直喝呀。这太师不发话，有人会拿你对太师不敬做文章的。再等等。等多久？何时开宴？再等一炷香。你是要等他俩？他们不会来的，他俩没这么容易认输。那就罢。二爷，殿下，开宴。等等，我虽然没说要来，但也没说不来呀。这么着急开宴做什么？就不能等等我？王爷，侯爷，老夫虽然对吃喝没有兴趣，但是永安王的宴席还是可以尝一尝的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太师，太师，
咱俩有好些日子不曾见面了，可不是嘛？可是你总不上朝，只是在祭典和国宴这种场合，您才现身。而老朽每日上朝，却从不参宴。没想到，我们多年的重逢，居然是在这天启城的第一赌房啊！啊！二师父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象你的模样。我想象过，你是身居某座山上的隐士，是写尽千帆的天才书生。可没想到，你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一样。二师父，其实你并不有趣。可如果这个世上少了你这样的人，该是多无趣啊！白王殿下，还请节哀啊！我曾经问过你，为什么选择我？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？而你却告诉我，你选择我，并不是希望我登基，享受荣华，而是因为你觉得值得。我知道二师父为何而死。这个皇位我可以不要，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二哥真是这么说的？哼，可笑！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白王一向谨慎，这局势未定，不会轻易出手。此子只可搁置，不要妄动。你是在责怪我吗，大剑？殿下，你就不后悔吗？本王想登天，登天本就没有平坦的路。既然选择了，就不要为任何一个行动后悔。大剑还是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吧。我早就帮你想好了，殿下，你还是适合在幕后运筹帷幄，所以，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。哦，是谁？真正的皇位继承人。是他吗？他竟然还活着！大将军，有客来访。不接。嘘。将军，好啊。退下吧。是。大将军，冒犯了。你们这5个太监啊，我也就见你顺眼点儿。其他那几个，长得要么像书生，要么像世家公子。哼，那谨言呢？低眉顺眼，笑容谄媚，一看就是奸臣样。不过，看着就是做太监的料。
大将军，说笑了不是？行了，说吧。公公找我何事啊？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擅闯将军府，倒也不是什么小事。谨言所来，自有要事。如今明德帝病重，写下新的龙凤卷轴，它自然是迟早的事。良禽择木而栖，现在天启城各派都在选择自己的良主，我来是想问问大将军的选择是？你胆子不小啊！这是公然挑起党争，是死罪。但是输了的人才会死。当年陛下获得地位，难道靠的不是党争吗？哎，我的选择，我闺女已经替我选了。永安王萧楚河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我的选择，这一点连陛下都不会怀疑。将军的选择是在白王、赤王、永安王之间，若是这三位，将军确实别无选择。但是，我要是给将军另外一个选择呢？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才那一句是发自肺腑之言。你手上有什么？如将军心中所想，一封卷轴，卷轴上的名字也如将军心中所想。卷轴呢？大将军，你也太小看谨言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带在身上？哎，这就算有卷轴，也改变不了所有啊。将军16岁从军，从一个小小的巡街校尉，变成了如今的北离大将军。但是，将军的2位故友都已经相继离去，一个死在了战场上，甚至连尸首都不能回到故土；另一个死在了法场上，还背负了滔天的罪名。将军，难道不想为他们2个做点什么吗？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想说什么，立刻说完。最好的选择，我已经替将军寻到了。只要将军一声令下，罢兵天启，指日可待。我怀疑是5大剑之一，第1大剑锦轩，皇城内的第1高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，杀了锦玉，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。现在还不急，时机未到。等时机一到，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。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，我已经交给华锦了。华锦说，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制炼成药，但是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力挽狂澜。
好了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乾隆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可是雷无杰好像觉得是你喜欢我，比以前还不知廉耻。若依，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雷无杰，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雷无杰身上有一个人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品质，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放下了。只有他还保留着。吴昕说过，他是天生玲珑心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洛吗？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在这天启城满城风雨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有心情在这谈笑风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你又扯开话题。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，4年前不就纳妃了？腰细娇小，肤白貌美，还有点小任性，也算是个极品了。听你这语气，还真像是醉梦楼里看花魁的登徒子。那你喜欢千洛吗？喜欢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来了。陛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坐嘛。小神医，我听说前些日子你染上了寒疾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自然，区区寒疾怎么能难倒神医？你是小神医，怎么会染上寒疾呢？陛下，我晚些时候再来给你施针。小神医啊，这些日子你在姑侄身上插了太多针了。姑得的病有这么难医吗？陛下，你知道我们医者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陛下，你有心病，这个华锦医不好。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你的话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也没有用，还要治好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陛下，谁是你的解铃人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他是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，母后就死去了。虽然我们是皇子，却没有得受过多少的宠爱，甚至就连有点权势的太监都敢欺负我们。太医，你再回去救救他好不好？殿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弟弟在6岁的时候感染上了中风寒，医了好久也没医好，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。救救我弟弟好不好？殿下，不是微臣不救治，微臣也是无力回天，爱莫能助啊！你救救他吧！殿下，请回吧。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？流传在外面的说法是，在那个大雪夜里，我跪在门口，苦苦地哀求那个太医2个时辰。虽然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
但是这样的贵礼，对一个太医来说，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。最后，把我弟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陛下，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但那是假的，那是蛊，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。实际的情况是，那天晚上，蛊跪了2个时辰，但他还是坚持要走。于是我拔出了母后留下的那柄长剑，我一剑上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要做无人问津的皇子，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要和我的弟弟登上天启的最顶端，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低头看我们。后来，我成为了皇帝，我的弟弟成了北黎的大都护。莫说天启，就算北黎，整个的天下都畏惧我们。可是最后，弟弟还是死了。萧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那一天，我们在雪落山庄相遇，是巧合吗？确实是有些巧，就像是被安排好的一样。刘姐，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将来吧，有机会再告诉你。二哥，你发现没有，剑正好像瘦了许多，脸色也有些苍白。哦，你好像什么都看不到啊。祭祀大典之前，剑正自然要操劳一些。两位侄儿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啊，说剑正最近没有休息好。哦。啊，老朽多谢王爷关心了。祭祀大典，剑正辛苦了。职责所在。老七啊，你这衣服不错呀。皇叔喜欢，那我现在就脱下来。哎，你这衣服太花哨了，皇叔穿不合适。哎，叶孝英呢？怎么没来啊？皇叔，三军主帅可以不参加祭祀大典。我听说这叶孝英都做好准备要来了。明白了，看来今年的龙凤卷轴又没有了啊！国师，你看我这又失言了。我什么都没听到啊。陛下，陛下，父皇，父皇，皇兄，圣上。经过太医院的诊断，圣上是因为突发心疾而导致的昏厥，虽然暂时不会危及性命，却也一直找不到根治之法。这3日，圣上一直处于昏睡状态，其见证来过3次。圣上一共就清醒了3回，就下了3道旨意。第1道旨意，由蓝月侯和太师董柱共同监国，统管北黎上下所有事务。这第2道旨意，是天启城封城1个月，所有2品以下文官不得进出，2品以上所有军官不得离府。这第3道旨意，则是一道密旨，
是由掌印监景延公公亲自送到叶孝英大将军的府邸。叶孝英，看来这次父皇病得真的很重。此话何解？父皇那3道旨意传到朝臣的耳朵里，则是代表了3个意思：托国、防乱、振人心。父皇的用意太过于明显了，但是这么明显的用意，虽然暂时能够压制住一些人的异动之心，却在另一方面暴露了他病重的事实。将军，怎么样？这几日，咱们将军府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吧？但不管是明还是暗，将军府都没有让任何一个人进入到这里。既然是密旨，就应该悄悄地下，弄得几个王爷都知道了。哼，咱们这个陛下呀，怎么得的心疾，就是因为心思太重。将军，你说圣上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哼，要做什么？哼，我掌握中军虎符多年，麾下将士无数。陛下现在给我这道密旨，就是要告诉那些权臣，他已经给我传递了某道指令。有了这道指令在手，到时候若真有人图谋不轨，我就可以按照旨意上所写的大肆行事。将军说的有理，可为何密旨上不写一字呢？因为我是人徒啊！我们这位陛下会真的信任我，给我一道圣旨吗？哼！我现在是被他摆了一道啊！若依那边有没有新的消息？有，他们已经成功了。那人已经到了雪月城，大小姐也在回天启城的路上。好，时间快到了。怎么样，回侯爷？圣上的心急暂时用药稳住了，但寻找根治之法还需要……这些话我都听够了。我问你，圣上到底要多久才能醒？短则3月，长则半年。荒谬！你们想让圣上长睡不醒吗？奴才不敢。侯爷，要不要再派人去清听界，请国师来看一看？太师，这国师毕竟不是大夫，再说他的身体……太师，我需要离开天启几日，这几日的朝政，就麻烦你了。是。最近，白小堂在江湖中十分活跃，怎么姬若风又重新回来执掌白小堂了吗？啊，堂主确实说要带领我们白小堂恢复以往的威势，却不是姬老堂主说的。哦，新堂主，那是谁呀？堂主说与司空城主相见不会太远，到时候见面就知道了。有几分意思啊。这么说，白小堂这次是有要事相告了？白小堂也有消息想问雪月城。你说，堂主问，为什么百里东军和莫一没有回来？看来你们白小堂知道的和想要知道的都很多啊。莫一先生入大梦自关，10年之内都不会醒来。百里大师伯为其护法，莫一1日自关不出，他便1日不会离开蓬莱岛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说着消息着急，结果问我们问来问去，耗了我们半天时间，也不说那消息。大小姐不要着急，因为今天本不是我一个人来雪月城，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找到了真正需要这个消息的人。
萧瑟，你们找萧瑟做什么？什么消息？天启城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当今圣上在年嗣的祭典上晕倒了，靠着钦天监监正齐天辰才勉强恢复了神智。胡闹！回来！萧瑟，你都知道了。所以，你这是要回去了吧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去你说的那个天启。天启城这个时候应该会派人来雪月城。三城主是天下闻名的药王传人，若是这件事太医院无法解决，或许三城主有办法可以解决。我要的不是这个回答，我是问你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天启吗？小楚河呀，小楚河，人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却还是沉默，真是太煞风景了。你是谁？啊，我啊，我是琅琊王。荒谬！我真的是琅琊王。琅琊王叔当年被刺，世袭罔替，其后代可传承王位。这位是琅琊王叔独子，萧凌晨，的确可以自称为琅琊王。凌晨，好久不见。千罗，我有事。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司空城主的女儿啊，我觉得是你高攀了。4年不见，突然出现就是为了跟我说这话？自然不是。这么多年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很多次，都没找到你。天启城叛乱那一天，我父帅带着我，驾着一辆马车向北门行去，途中被白虎使拦了下来。我父帅独自留下来，没有抵抗，白虎使便放我出城离去。后来在我逃亡的途中，又遇见了北厉三神将，随后与我琅琊军旧将隐姓埋名，藏于市井之间。为何那天琅琊王叔会忽然离城？我不知道，这一切发生的很突然。在我遇到3位神将之前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追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帅会被白虎使拦下。因为刑部所述，琅琊王图谋造反，在那天故意发动动乱。我父帅如果真的造反，半个北离都会毁掉。天启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乱，就被说成是我琅琊王谋逆，简直是对我父帅的侮辱。的确，皇帝没说什么，琅琊王叔也没说什么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般？我有这个猜测。那你就回到天启，查出这个秘密。那你呢？天启
是你我终将都要回去的地方，只不过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时机。如今你的时机已到，而我的时机还未到，我还缺一把火。我为你们点燃这把火，在我查到当年真相之后。你要我救什么人啊？我不出意的。小神医可能不知道，有些人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，就比如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金衣蓝月侯，北离的大监国，现在整个北离都归我管，更何况你呢？他说的没错，北离现在他最大，我也不能拦他。不过侯爷，你又何必动弄一个孩子呢？好，我允许你问一个问题。你要我救谁？什么症状？你要救的人姓萧，名若锦，是北离的皇帝。皇帝？对，他患的是心疾。前些日子祭祀的时候突然晕倒，到现在一直昏睡不醒。好吧，我随你去。冢内最近有贵客？是啊，我的2个外孙回来小住。难怪有如此强的剑气，是李寒衣回来了。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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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着新禁微服法，禁言失奏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。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萧瑟说，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可是你爹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
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心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齐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呀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嗯？父亲要去凤栖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王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事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
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二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二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长龙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故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同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，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不过这个名单上大部分的名字对我来讲已经很陌生了，但是我相信你的判断。
就让徐伯你请帖吧，送到各自的府上。那你想以什么身份？六皇子，还是永安王？萧瑟，就用这个身份。好，那地点，碉楼小筑或是天下轩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碉楼小筑啊，天下轩，他们都太小了，配不上我萧瑟的宴席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千金台。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啊！压大压小，压大压小，买定离手。六皇子，您回来了。我就猜到会先碰到你们中的谁，没想到是你啊，九爷。哟，折煞了，折煞了，什么也不爷的，都是兄弟们的台阶，六皇子就别奚落我了。快去告诉楼上，有贵客来了，快去。六皇子，这两位都是您的朋友？啊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雪月城二城主李寒衣的弟子雷无节。这位是三城主司空长风的女儿司空千路。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这位就是九九道，因为天启城981条大道上都有他的事，所以大家都叫他九爷。哎呦，大小姐，雷公子，叫我九九道就好。若依小姐也是这么叫的。你认识若依啊？若依小姐，那是我们京城美人榜的3甲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美人榜谁排的？那自然是在下排的。不过姑娘放心，下次出榜3甲的位置就有姑娘一个位子。九爷，上面请贵客上去。知道了，贵客们，楼上请。请。里面请，请。二爷，九爷辛苦。二爷客气。哎呀，六皇子，一别经年，还是这么气宇轩昂啊！驼二爷，最近可还安好啊？我们突然造访，没打扰到你的雅兴吗？哎，喝茶有什么雅兴？解渴而已。各位坐。六皇子，请喝茶。还是永安王殿下，请喝茶。不必客气，叫我萧瑟就行。好名字，颇有些诗意。这2位方才已经听说过了，都是大人物。来，喝茶。千洛，雷无节，这位就是千金台的老板涂二爷。涂二爷，那是不是还有个涂大爷？以前确实有个涂大爷，只不过最后被我给宰了。行了，闲话就聊到这儿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找你，是希望你帮我办一件事。你需要我帮的，一定是件麻烦事儿。哎，不麻烦，就是做顿饭。那简单，随便点。二爷这应有尽有。好，我等的就是二爷这句话，拿出来吧。来，这，你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御宴。还是用来招待最尊贵的来使摆出来的御宴。二爷别误会，御厨所那几个废物，做不出我想要的味道。但是千金台的厨子，放到整个天启，那都是这个。你别净说些好听的来哄我，我这是赌房又不是酒楼。你这宴席怎么也得一天，从晌午到夜半。我这一天不能开张，我得损失多少钱呢？这个我当然清楚，不过二爷应该不差这点钱吧？哼，
赚钱，还是让这天启城为之一颤？二爷，你会怎么选？那也得给点钱，食材也不便宜。那不如这样吧，我把雪落山庄送给你。你真的愿意给我？你要真愿意给我，我再给你补10筐明珠。萧瑟，你把宅子给他，那我们住哪儿？对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过天启城这间吧，我们还要住一段时间。我在江湖上有一处隐居之所，背靠青山，面朝绿水，极尽风雅之气。雪落之时，风景堪称绝世，也叫雪落山庄。我把它送给你。成交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等等，你这宴席，碉楼小筑和天下轩都做不出来，只有我这千金台能做。但你这御宴的规格，是不是有些僭越了？如今父皇病重，暂不理朝政了。试问，天启城，谁敢说我僭越？千金台设宴，亏他想得出来。侯爷，不仅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家贵族们拿到了请柬，就连那些上不了台面，在天启城混得开的下五路的头头们，也受到了邀请。果然是他的作风。萧瑟，看来这个小子是真喜欢这个名字。殿下，你说这宴席咱们是去还是不去？你觉得呢？要我说，不去。为何？不仅我们不去，还要让别人也不去。六皇子请了不少世家贵族、商家大户，这些人与白王府的关系密切，只要王爷不动，他们也不敢动。人都派出去了？都派出去了，很快那些府邸就会得到消息。好，我让他一个客人都没有。听说白王府在拿到请帖之后，也派人前往和他们关系不错的大户那里，应该跟咱们的想法一样，自作自受。小神医辛苦了。你们不来打扰我的病人，便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。这个恐怕不能答应你。我今天来禀报的事情非常重要，圣上必须要知道。行吧，知道你们忙的都是国家大事，陛下半个时辰后会醒来一段时间，你去等着吧。好。哎，我皇兄的病情怎么样？陛下得的是心疾，我能医好他的疾，却治不好他的心。师父说过，这个世上最难医的便是心病，那个时候，就不是医者能解决的了。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现在至少性命无忧。不愧是小神医啊！别拍了，再拍就长不高了。知见正不愿复习，故不强求之。胡说！谁说我不愿意参加呀？这种规格的御宴，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呀。这分明是以凡人之心夺我见证之腹嘛！啊，你去按照这上面说的，准备一份薄礼，一定要在明日正午之前送到雪落山庄。是。哎，明日的千金台一定非常热闹，只可惜呀，我们的小王爷还是猜对了，我确实不愿意参加。禀师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有客人拜访，从望城山来的。啊，请。是。帖子都送出去了。千金台那边也反馈说，明天就可以开宴。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萧瑟，你是担心明天会有人不来吗？不来就不来呗，总有些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如果所有人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？不会吧，所有人都不来啊？
那可说不好，毕竟现在的天启城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总有一样的事啊，要是所有人都不来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一样的事，那就是他们以前不是我的对手，现在依然不会是我的对手。哎，公子，最后一个了，可九九道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可以接帖的人。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天启城了，为什么会寻不到人？九九道说，他们几乎把天启城掀开了找的。这个人莫不是早就走了？罢了，只可惜他见不到这场精彩的宴席了。你说的是谁啊？给你个惊喜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叶姑娘呢？今晚怎么没有见到她呀？叶姐姐已经回将军府了。哦。父亲，怎么还在为明日的宴席担心啊？我怕有人从中作梗，导致明天这名单上一半的人都不会出现。哎呀，要是没有禁令就好了。我若前去，谁敢不听话？谁不听话，我就让叶自营在他们家周围跑一圈。父亲说笑了。哎，这份名单是你的？不错。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，都是这座城不可忽视的人。不愧是我的女儿。我不比雷无杰和千洛，他们的武功是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翘楚。可我就算武功不济，却也能成为萧瑟在这天启城中的谋士。不过，闺女，你这份名单上还漏了一个人。父亲说的是，就是他。可我没有完全的把握。是啊，想把他请来，谁都没有完全的把握。就算我亲自去，可能作用也不大。那我要是拜托蓝月侯呢？他呀，虽说他如今贵为监国，可他的面子还没这么大。一直不知道这柄剑的下落，没想到在你手里。琅琊王叔将这柄剑赐予我，说让我以后闯荡江湖就用这柄剑。不错，舍得吗？这毕竟是你王叔留给你的，他现在人不在了，你留着这柄剑，还有个念想。没什么舍不得的，我又不是那种放不下的人。你可真是那种放不下的人，要不然你早该回来了。总之，还麻烦皇叔将这柄剑送到那个人的手里。你可想好了？这柄剑代表着一段很重要的情谊，你拿它换了宴席，值吗？这柄剑代表的不仅仅是情谊，还有我回来的目的。就算我回来了，我也没有忘记4年前的那件事。希望那个人能明白你的一片苦心。
这天启城世家和贵族设宴的规矩。正式开宴前2个时辰，宾客都陆续而来。这开宴还有1个时辰，1个人都没来。莫急，算算时辰，距离千金台的开宴也只剩下1个时辰了吧？方才传来消息，至今没有1个宾客到场。哎，这不会真有人不来吧？也许他们正在琢磨着穿什么衣服来呢。若依姑娘，要不你进去歇歇吧，这事我守着就行。客人已经到了，迎客的人要提前离开吗？哎，你是那个名字很特别的那个99道？哦，对，99道。欢迎9大掌柜。我就知道他一定第1个到。第1个到的，势必会被整个天启记住，这就代表着他跟我最亲近。你知道现在天启城都怎么称呼99道吗？9大掌柜。可当年他被称作剑弩九的时候，是你救了他一命。即便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，他也要争这个第1。若依小姐，又见面了。9大掌柜，今日你可是最早到的。那还不是因为若依小姐亲自出门迎客，我舍不得让若依小姐久等。多谢。九兄，这边请。请。天命斋大掌柜99道携3门19府弟子前来赴宴。这3门19府，你叫他9大掌柜，他很厉害啊。 3门19府是以天命斋为首的天启城内9流门派的联盟。天启城官家管不到的事，他们能管；大商家无法染指的黑色产业，他们能做；大理寺无法勘测的消息，他们也能得到线索。总之啊，是天上的强龙也压不死他们。3门19府，属下之前怀疑他们是已经被白王揽入麾下了，现在这么看来啊，应该是早就和萧楚河交好了。哼，这3个门派看上去确实不上台面，但是却不容小觑。但他们去了，却比不去更好。为何去了却比不去更好？楚河能结交这些人，是他的本事。但如果他结交的只能是这些人，那就证明，如今的这位皇子，只能号令这些市井之徒，而这些人，只能证明他的示弱，却为他带不了半点威望。 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？是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，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 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5大剑捧着卷轴出来。 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5大剑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。随后宣布，皇位传给3皇子萧若锦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，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它？是啊，
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译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译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，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武大健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健卓卿权势无双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些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卿最亲近的弟子。卓卿死后，龙峰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8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锦言又是武大健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龙峰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孝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。只可惜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。
杀我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小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，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局。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，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好，我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逆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有能力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当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还是一帮孩子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落山庄住了？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？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，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。你说的是龙峰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
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，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尘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尘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他确实一直这般自负，可是这份自负，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军，也会害了萧凌尘。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大将军动了。是的，今日他已经悄悄离城而去了。原本以为他做这个决定需要很久，或许他做这个决定已经做了4年，只等一个契机。如今契机在手，便再无犹豫。你提了什么条件？我说，想要新王继位，废除旧例，5大监不必再去守皇陵，他还得给我王侯之位。他同意了。哼，他骂我是一个奸猾小二，说还想学那前朝的9000岁，可最后他不还是同意了吗？殿下，叶孝英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别傻了，叶孝英可不是简单的武夫，他自然有所察觉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这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人是我罢了。龙邪，去通知那2位将军，他们代替叶孝英，成为北离军魂的那一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当年圣上赶走所有的兄弟，偏偏留下我。你知是为何吗？因为皇叔是父皇一手带大的，不是其他几位皇叔能相比的。但更确切地说，是圣上觉得我不会跟他争天下。其他几位王爷啊，个个狼子野心，心怀不轨，留在天启都是大麻烦。我呢，他信我。琅琊王兄也不会，他也信他。这种信任是10几年建立起来的，并非一朝一夕。那为何会有4年前那桩案子？人呐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是会变的。而且琅琊王兄太像一个优秀的皇帝了。历史上，凡是功高盖主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那这么说来，皇叔即使满腹才情，也故意装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吗？不，我本就是好诗酒风流，喜欢绝色美人，这不是装的，这就是我。